现在一聊买车，很多人几乎都会被一句话劝退油车。那句话大家一定都听过：电车便宜，油车贵，油车是无底洞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电一度几毛钱，油一升8、9块，怎么算都是电车更划算。慢慢的，一个结论好像就被默认了：只要算钱，电车一定赢。但问题是，真把账拉长到5年、8年、10年来算，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今天这条视频我们不聊情绪，也不替任何一种技术站台，就做一件事，把电车和油车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，把所有绕不开的成本和体验一条一条摊开。你听完之后，哪怕最后还是选电车，至少你清楚自己到底在买什么。先从一个很多人忽略但每年都在交的钱开始，保险。在现实中有一个已经非常普遍但讨论并不多的现象，同样20万左右的车，同样3年、5年的车龄，同样没有出过险，电车的保费往往就是比油车贵，而且不是贵几百，大多数情况下一年要贵1000到2000。电池大一点，功率高一点，维修贵一点的车型，差距甚至能到2、3千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差距不是第一年才有，很多人会以为新能源第一年保费高，后面就会慢慢追平。但真实情况是，这种差距往往是长期存在的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保险公司只看3件事：赔付概率、单次赔付金额、不可控风险。而在这3件事上，电车都不占优势。电池本身价值高，哪怕只是托底、进水、轻微变形，在保险系统里风险等级都比油车高得多。维修也往往不是修，是换模块。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你车龄变大就突然消失，所以你可以把这笔钱理解成一种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成本，不是针对新能源，而是客观风险定价。一年1、2千听起来不算多，但5年就是1万，8年就是15000到2万。接下来再看油车被骂的最多的一项，油费。很多人一提油车，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一年油钱上万，但如果只看最真实、最多人的用车场景，上下班通勤，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。单程10到15公里，一年5、6千到7、8千公里，普通家用车7到9个油，在现在的油价水平下，一年油钱大多在4千到6千，堵一点、远一点7千左右，住得近不太堵，3千多也完全可能。你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对冲关系，油车多花在油上的钱和电车多出来的保险钱，在很多家庭里数值是非常接近的。也就是说，在真实通勤场景下，所谓一个烧油一个用电的巨大成本差距，其实正在被不断拉平。但很多人忽略的不只是钱，续航焦虑，这是油车在长期使用中确实存在的一个优势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在绝大多数使用场景下，油车几乎不存在续航焦虑。你不用规划路线，不用算剩余电量，不用担心天气、温度、衰减，油表亮了，找个加油站，几分钟就能解决问题。这种体验在城市里可能不明显，但一旦放到长途、高速、临时出行、节假日返乡，差距就会被无限放大。电车的充电条件这几年确实进步很大，但充电快不快，装好不好用，很多时候并不完全由你决定。排队、占位、功率不达标、节假日拥堵，这些情况并不少见。而油车在这些场景下，体验是高度确定的，它不一定更便宜，但它更稳。这种稳定感本身就是一种隐性成本优势，不是账面上的钱，而是心理上的消耗。很多人第一次长途开电车，真正焦虑的并不是算出来会不会没电，而是不确定性本身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家庭在第2辆车或者长期唯一用车上依然会倾向油车，不是因为不懂新能源，而是因为不想在关键时刻多一层担心。真正的分水岭其实不在前3年，也不在5年内，而是在时间继续往后推的时候。我们把时间拉到8年左右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，因为这是大多数电车电池质保反复出现的年限。很多人看到8年质保，会下意识觉得8年内不用考虑电池成本，但现实并不是这样。8年质保解决的是极端失效，并不覆盖容量衰减和体验下降。很少有电车在8年时电池直接报废，但也很少有电车在8年后续航还能和新车一样。到了那个阶段，你会面临一个现实选择，继续接受缩水的续航，还是为体验买单。哪怕不是整包换电池，模块维修、更换部分单元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这笔钱什么时候花不确定，花多少因车而异，但它是电车长期使用中真实存在的变量成本。而油车在同样年限下，反而进入了一个成本高度可预期的阶段。
只要正常保养，发动机和变速箱很少会突然给你一笔无法预期的大额支出，最多是易损件、橡胶件、悬挂件，这些早就被用户心理预期进去了。所以当你把时间拉长，把所有因素都放进来，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结果：电车的优势在于安静、平顺，城市体验好，前3到5年确实轻松；油车的优势在于成本结构清晰，长期稳定，几乎没有续航焦虑。算到最后，并不是油车一定更便宜，而是油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贵。真正的区别不在于谁赢谁输，而在于你更在意哪一种确定性。你是更想要现在的轻松，还是更想要10年后的踏实？这个答案只能由你自己决定。